家，我是鸟姐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呢，我在花博，我等一下要进去，现在外面超多人的，现在10点多吧。然后我这次是申请买家，我这次有申请到买家可以进去，所以呢，我等一下凭证就可以直接进去。买家的话是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时间可以进去，然后一般民众是下午1点开始。现在外面人有一点多，好像是一般民众在那边排队的样子。因为一般民众要先买票，如果你没有线上买的话，要先买票，然后下午1点之后才可以进去。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一次要看什么。那这一次呢，会带大家先看，主要就是看鸟摊。鸟摊的部分就是说看哪几摊是鸟摊，有一些大家比较知道的，然后或是看有没有一些是新创的鸟摊。那鸟姐这边对鸟摊的定义就是，你只要摊位50%以上都是化鸟，我就会定义到鸟摊这个部分。好，然后鸟摊的部分介绍完之后，会带大家看就是我自己喜欢的，就是本来已经预定好想要去看的摊位。然后再来就是保障摊位的部分，总共第3种就是保障摊位，就是我在逛的时候发现一些比较特殊，然后觉得说还不错的，分享给大家。好，大概是这样，那我们就准备进去吧。
是一袋而已，一点点。我这次很收敛，我买不到2000，非常的收敛。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我最主要要看的这个啦，海报看看，它很可爱，它的摊位超可爱的。这我是上次去年文博会的时候看到它的，然后它那时候没有什么商品，主要是展示。这次看到它有参展，然后它这次的商品蛮多的，我就买看这个，好可爱哟，小海豹。然后还有这种三颗一起的小海豹，好可爱耶！它还有出就是黄色跟白色这一只的大只的，可是我觉得蓝色这只比较强，所以我就买蓝色的。然后是消费，它就有送这个气球，可是它有点头好像比较重，所以就长这样。然后它消费满300有那个抽奖，你就可以抽。然后我抽到他们的好像第5奖吧，有送小贴纸，它有3款可以选，然后选这个。它看起来，他说是那个海豹宝宝，这个是送的。我抽到的5奖海豹宝宝，它看起来有点神奇，可爱。好，下一个的话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君2那一场，它新出的东西，它叫什么鸟的？它这个是李明护照，超酷超可爱。就是你可以现场做签绘，然后他会帮你画，这个是他的护照。然后他现场帮你签绘画完之后，他会输出你的照片，这边。输出的照片，然后再帮你贴在你的护照上面，然后这边就你可以想说，看你要写什么名字都可以。然后像我就是在我们家的代号7788，然后还有生日，这边可以写生日。再来这个的话是刚好我第87号办的，刚刚好7788，然后我是87号，然后我就这边号码是87，然后他还会盖这个里长印章。他的办公处的那个印章在这里，就是等于说是他们家专属的护照。然后它内页啊，就是它每一次展览会出他们展览限定的贴纸，就跟我们每次出国就会盖一个他们的入境章、出境章一样，然后做纪念。它这一次的是这个现榨卡亚基的贴纸，这边每一次去他们家就可以收集1张，然后。因为他输出的那个贴纸是有4张，然后我剩下的4张他会帮我放在后面，之后可以再用，放在这边。然后他还会再另外再输出1张大张的，这是我今天的穿着，然后刚好我的头发发尾是绿色，他就帮我画绿色。那这个是我，很可爱吧？他也帮我签名哦，签名然后签今天的日期，那这样就是我的大头照。再来下一个，这个是我经过看到的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它整个风格蛮有趣的。这个应该大家多少会有看过它吧？淡定人生这个挖鼻孔，它的风格蛮逗趣的，然后挖鼻孔。然后我买了它的一颗蛋跟一个徽章。它这个徽章就是我觉得，因为平常我的工作的时候。围裙，然后上面都会别一些东西。你看这个蛮适合工作的时候用的，比中指的猫猫，错吧？中指猫猫对焦，赞吧！这个很适合上班的时候戴啊。然后我还要买1颗蛋，他那时候现场是摆一整盘的蛋在那边，然后他是做盲抽，就可能里面会有什么贴纸啊，然后或者是什么小背带之类的，我还没开，现场开。它每一颗蛋的那个脸不太一样，就是有不同的表情，你就自己挑自己想要的。开蛋，这是什么呢？是那个给大家看一下，是那个按键，应该是会发光的那一种。这是会发光的按键哦。这边发光按键，可以这样按。好可爱哦 ！Smile 加1是发光按键，
可爱，不错。这个蛋拿去给蛋蛋孵，他不知道会不会孵他可能会生气，把它当球踢吧。这个真的很好笑，有趣的东西。好，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，我觉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。这个是我在韩国的摊位上看到的，就是它有分韩国的区，然后日本区跟泰国区，然后这个是韩国的小摊看到的。这个是失败存折，大家看一下里面。他们家他就是写这个是主打说失败也是资产，就是失败储蓄存折。然后它的里面你可以写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。然后它这边也有介绍说这个是快乐的失败，然后跟这边是成功，这边是失败，然后中间是快乐的失败，然后往成功的部分是莫名其妙的成功，然后这边是快乐的失败，再过来是莫名其妙的失败。这边有一个线轴，就是他这边会跟你介绍说一个概念在这里，然后大家可以自己用Google翻译去看。然后下一页，它的内页的话，这个是目标，就是你想要尝试什么事情，你设立一个目标写在这边。然后这边是日记的部分，尝试日记。然后这个是你尝试什么事情，你可以这边比较大个可以写在这里。然后下面的话还有2个框框在这里，2个选项，一个是莫名其妙的失败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成功，就是你可以勾选你是哪一个，就是后面的结论是哪一个，然后大家可以用这个去做累积。但我们创作者就是会想要尝试一些事情，就是说我这次展览想要试试看，可能我做某样东西，然后它的成效怎么样，然后像这种东西就可以写在这边。假如我做一个可能娃娃类的东西，可是我想要试试看这个市场是不是适合，那就可以写在这边。就可能说，我做100个，然后成本大概是多少，然后我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，就是我这个展可能要卖到几成之类的，都可以写在这边。这是我觉得一个蛮有用的东西，就蛮适合我们这种喜欢做实验的人，就喜欢做尝试的人去做的。大家失败不是坏事，可以做记录。然后他们家有出搭配的印章，我记得好像有5款还6款，然后我买的这个是惨到不忍直视的印章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斟酌看需不需要做搭配，就是你可以写完1页，然后去盖，就是盖你的那个成果。这个它好像有分什么稀里糊涂的成功，然后快乐失败，然后极度成功什么的，我记得5、6个啊。然后我这边会再放那个，就是当天我有拍那个照片，它有翻译，然后大家可以再看看。然后下一个也是在韩国摊看到的这个好可爱哦！这个是一个小妹妹画的，就是他们家是一家，我看到的是一家3口，就是爸爸妈妈，然后加一个小妹妹。那个小妹妹会自己默默的把那个她画的名片拿来给你，超可爱，妹妹超可爱。然后我还要跟她拍照，就是这个是她画的，然后她还有出几件 T 恤在那边。然后我那时候第一 round 逛完的时候，因为其实韩国摊商他们那边都是只收现金，然后我的钱包前一天被我锁在我的置物柜里面，所以我那天是没有带现金的，所以我就等下午我朋友来的时候跟他借现金，然后去买这个小妹妹画的那个贴图。这个是什么弹涂鱼吧，很可爱，所以我就去买了。而且这样30块而已哦，30块。我原本想说他如果是卖150块之类我会买，就是很多张耶，2面都有，可爱的妹妹。再来最后一个。这个叫鸡童可爱宫，我跟你说，它那间是整个就很像庙，很酷的一间店，很酷的一个摊。然后它有卖很多这种，就是它前面就放很多这种符咒贴纸，很酷我觉得这都蛮实用，然后拿去贴客人。那做服务业最讨厌那种，
真别说了，大家做服务业的都懂。我买了这个，在上班和上镜之间选择了上香，然后还有一张在做人和做事之间选择的做法，这个也不错啊。然后这个是你最高学历是太监吗？拔除7788人，少再给我7788。这很适合去贴那种很讨厌的客人之类的。他们那间摊也是蛮有趣的，大家可以去看看，因为蛮醒目的。好，最后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一次的画博。这一次我真的是光进去这一部分，我真的是气死我了！我无限白眼，我还没进去我就开始生气，因为这一次我们是申请买家嘛，我这个买家证像我们文博一样，就是第一天会有个买家日，只是今年比较不一样的部分就是，今年的买家时间只有3个小时，早上10点到下午1点，然后1点之后就开放给一般民众可以进来，所以你就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，就是我们买家3个小时可以逛，因为之前都是一整天你就可以慢慢逛，你可以不用一大早就在那边，就是大家急着要进去。之前文博也是这样，可是这一次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那么短了，他改时间算了。这一次我们进场的时候，他把现场换证跟我们已经有预先登记换，就是买家的一起排队。所以我们一去的时候，我前面已经有那个贪吃蛇在那边排，就排这样一直绕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排，然后我排完，我10点20分左右到，然后我就排完之后进去，11点了。所以我等于我们已经有剩下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逛，不是、啊，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动作可以那么慢。我去年去文博，然后我也是申请买家，可是就是几分钟，也不用那几分钟，几秒钟，他就刷我那 QR code， 然后就印出一张那个纸，印出一张贴纸，然后贴上去之后，你就可以进去了，他就放进去。然后这次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卡那么久。然后就两边一起排，混在一起这样排。最让人生气的部分就是他们现场换证的，因为换证人不多，所以他们换完证就可以马上这样进去了。然后好不容易换到了 QR code， 结果到现在还要排队，还排那么久，然后现在才进去。这个部分就希望主办单位再改进吧，这个很重要。不然而且我们那时候现场也有人就是有人在反映说，为什么他们凭什么现场换证的就可以直接这样就进去，比我们这些已经提前申请的还早进去？那大家以后就不用线上申请，我们就现场排队这样的，这样还比较快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次的摊的话，我觉得这次的摊蛮精彩的，就是而且规划的还蛮 OK 的，就是韩国的，然后日本的，然后跟泰国的，他们都有自己专属的一区，就是刚好正反两面这样一整排都是他们同一区，所以我们相对会比较好找，不用说跳来跳去，然后找不到说自己想去的摊位在哪里，刚好同一个类别放在一起，我觉得这还不错，而且都还蛮精彩的。然后，如果各位在几天想要去的话，如果你们可以先看好自己想要去哪几摊，像那个什么鸟那一摊的话，如果你想要去他的试演会，那请各位先去，早上去就先去他那一摊，因为他那一摊会有号码牌，你就去了就先去他那一摊去领号码牌，那种要排队的就先去。然后像有一些比较热门的摊位会比较靠窗边的，那边也是重灾区，所以各位可能要先规划好路线。然后还有中间有一些卖那个比较有名字的 IP， 也是他们会中间的走道也会排队，所以大家加油，剩下几天加油，而且连假人很多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咯，各位要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